Hello， 各位好，我是 Revision Lab 修整所的阿修，歡迎來到我的頻道。今天我想跟大家來聊一個非常核心的商業議題。當生存受到威脅的時候，科技到底扮演了什麼樣的角色？我們會從3個完全不同的尺度切入，從一個國家到一間百年企業，最後到一家新創公司，來深入看看他們是怎麼用科技去解決自己最根本的生存難題。這不只是一場技術秀，更是一部關於策略、抉擇跟突圍的真實劇本。我們這次的分析會先從大的開始看，然後一步步縮小範圍。首先從最宏觀的國家層級來看，日本是怎麼去應對攸關國本的人口危機。接着我們會把焦點縮小到一家傳統汽車巨頭 Volvo， 看它在整個產業大洗牌的浪潮裡是怎麼轉型求生。最後我們會聚焦在最小也最脆弱的單位，一家台灣新創，看它在資本市場裡是怎麼找到自己的活路。重點來了，在最後的最後，我會從這3個看起來好像沒什麼關聯的故事裡面提煉出一套共通的突圍框架。好，我們繼續聊下去。好的，我們第一個案例直接來看國家層級的日本。其實我們一般想到日本發展科技，腦中浮現的可能是創新啊、精緻呀，為了追求更美好的未來，對吧？但你可能不知道，他們現在傾全國之力在押寶的實體 AI， 也就是我們常說的機器人，背後的驅動力其實並不是為了進步，而是一個更殘酷的現實，避免整個社會系統的崩潰。所以你就會發現，這對他們來說根本不是一道選擇題，而是一道生存題。在我們繼續下去之前，我想請你先想象一個畫面，想象一下，如果你所在的社會可以工作的人正在以肉眼可見的速度消失，基礎的物流、農業、老人照護都可能隨時停擺，那該怎麼辦？這聽起來很像科幻電影，但這就是日本正在面對的最真實的國安級挑戰。1100萬。這個數字是日本官方預估，到了2040年，整個國家的勞動力缺口。這到底是什麼概念？這差不多等於整個瑞典的總人口誒。你想想看哦，少了這麼多可以工作的人，就代表一個國家的血液循環系統出了大問題，物流可能癱瘓，貨送不出去，農產品沒人收，只能在田裡爛掉。長照機構找不到人手，老人家沒人照顧，這每一個環節都足以動搖國本。接下來這個數字68歲，這是目前日本農民的平均年齡，這真的很驚人，對吧？一個國家的糧食安全，竟然是靠着一群平均快70歲的長輩在支撐。那不止農業，建築工人的平均年齡也超過了50歲。這些數字其實都在指向同一個事實。日本最基礎、最攸關民生的產業，已經找不到年輕的雙手來接棒了。342，這是光是2024年日本因為人力不足而宣告破產的企業數量。你沒聽錯，這些公司不是沒有訂單，也不是經營的不好，就是只是單純因為找不到員工，連基本的運作都沒辦法，只好關門大吉。而且這個數字還在快速攀升，創下歷史新高。這其實就告訴我們，勞動力短缺已經不是什麼遙遠的未來預測，而是每天都在發生的經濟衝擊。所以當我們把日本、美國、中國這3個玩家擺在一起看，你就會發現，他們打的算盤根本不一樣。他們發展實體 AI 的動機根本不在同一個維度上。美國的 Figure AI 或特斯拉，他們在做的是探索次世代的生產力工具，目標是技術創新跟商業突破。中國的機器人產業是國家級的出口導向戰略，目標是佔領全球的供應鏈。那日本呢？他們的動機非常純粹，就只有2個字：生存。他們需要機器人去填補那1100萬人的勞力真空，來確保社會的基礎機能還能勉強運轉下去。就有一位創投 Global Brain 的合夥人，他說的非常到位。他觀察到，在日本，實體 AI 根本不是什麼先進科技，而是被當作一種延續工具在採購的。這句話可以說是為日本的處境下了一個最精準的注解。對他們來說，機器人真的不是什麼提升效率的奢侈品，而是一種讓社會得以延續下去的必要工具。這是一場動用科技來守住國家根本的豪賭。
好，看完了國家這種宏觀的尺度，我們現在把鏡頭拉近一點，來看一個有100年歷史的汽車大廠 Volvo。它面對的雖然不是人口崩潰，但同樣也是攸關生死的危機。在整個汽車產業的典範大轉移裡面，如果它沒辦法徹底改造自己的基因，那注定就會被市場給淘汰。接下來這一點超級重要，我們要先理解一個概念，叫做軟體定義汽車。簡單來說，這到底是什麼意思？你想想你手上的智慧型手機就對了。它的核心價值不再只是引擎多有力、地盤多穩，就是硬體，而是它的軟體系統，還有這個系統能不能夠持續的更新進化。也就是說，你買車的那一天，只是它功能的起點，而不是終點。面對這個巨大的轉變， Volvo 的高層其實心裡很清楚，身為一家傳統車廠，要憑自己的力量去打造一個能跟 Google 或 Apple 匹敵的軟體生態系，根本是不可能的任務。所以他們怎麼做？他們走了一步非常聰明的棋，這策略就是不自己造船，而是直接搭上科技巨人的航空母艦。他們直接跟 Google 深度合作，把整套 Android 系統原生整合到車子裡。這代表什麼？這代表他們一瞬間就擁有了全世界使用者最熟悉的 Google 地圖、最強大的語音助理，還有最豐富的 App 生態。他們解決問題的方式不是自己埋頭苦幹，而是去槓桿一個已經非常成熟的外部生態系。這種轉變的威力到底有多大？我們可以這樣比喻哦，過去的車就像傳統的功能型手機，買來的時候有什麼功能，用到報廢那天，它就還是那些功能。但現在的軟體定義汽車，就完全是智慧型手機的邏輯。你買回家之後，透過 OTA， 也就是空中下載技術來遠端更新，你的車機界面可以變得更順，導航可以更聰明，甚至連電池管理系統都能更有效率。你的車可能在你睡一覺起來之後，就變得比昨天更強大。這真的徹底顛覆了100年來的造車思維，也正是 Volvo 為了在下一個世代生存下去所做出的關鍵轉向。好的，從國家到大型企業，我們最後把聚光燈打在最小的一個單位上，一家名叫歐姆家科技的台灣新創。他們擁有一流的技術，但對新創來說，技術再厲害，如果沒辦法換成資金，那一切都是空談。所以他們的故事可以說是一本非常精彩的技術創業者生存指南。這是歐姆家執行長 Brian Chu 講的一句話，我覺得這句話真的點出了無數技術型新創最核心的痛點。很多工程師背景的創辦人對自己的技術有無比的熱情跟自信，這當然是好事啦，但卻常常會陷入一個盲點，就是聽不進來自市場、來自投資人的現實建議。而歐姆家所以能突圍，關鍵就在於他們懂得在技術的熱情跟商業的現實之間找到那個最微妙的平衡點。我們來看看他們的募資劇本是怎麼走的。他們一開始並沒有拿着技術簡報到處去敲投資人的門，而是選擇先去參加一個叫新北新創之星的比賽。重點來了，他們真正的目的不是為了那筆獎金，而是看上了比賽提供的創投陪跑機制哦。在這過程裡，創投導師給了他們一記當頭棒喝，建議非常直接，不要再跟我們解釋那些複雜的技術原理了，直接告訴我們你的技術能為客戶創造多少商業價值。於是，他們開始學習把高頻陣列天線校正這種工程師才懂的技術語言，翻譯成幫助客戶提升產品良率、縮短上市時間，最終贏得市場競爭力，這種投資人跟客戶都聽得懂的商業語言。最後的結果呢？他們不僅拿下了首獎，這個獎項更像是一張強力的信任狀，讓他們在後續面對真正的投資機構時更有底氣，最終也順利完成了 A 輪募資。好了，故事說到這邊，我們聊了3個時度差非常遠的故事，一個面臨人口崩潰的國家，一間怕被時代淘汰的100年車廠，還有一家需要資金才能活下去的新創公司。他們的挑戰各不相同，解決方案也差很多。但你如果仔細去拆解他們成功的底層邏輯，你會發現他們其實都遵循着一套共同的突圍框架。
重點來了，我們來把剛剛3個故事串起來，你會發現一個驚人的共同點。這個突圍框架有3個關鍵步驟。第一是精準的定義核心問題。日本意識到，真正的問題不是經濟成長變慢，而是勞動力這個國家基石的消失。Volvo 知道，問題不是車子性能不夠好，而是軟體體驗已經跟不上時代。歐姆家也明白，問題不是技術不夠頂尖，而是投資人聽不懂它的價值。他們都準確地找到了那個最致命的痛點。第二是聰明的槓桿生態體系。日本依靠的是自己常年累積的硬體供應鏈和政府支持。Volvo 選擇直接擁抱 Google 龐大的軟體生態，歐姆家則是善用了新創競賽所提供的導師人脈網絡。他們沒有一個人是選擇單打獨鬥的。第三，也是最關鍵的一步，叫做轉移技術價值。日本把機器人包裝成維持社會運作的基礎工具。Volvo 把 OTA 更新轉化為一台會自己持續進化的車。歐姆家則是把複雜的量測技術翻譯成幫助客戶在市場上贏得勝利。他們都成功地把自己的核心技術轉譯成了市場能夠理解並且願意買單的價值主張。我們聊了這麼多，從國家戰略到企業轉型，再到新創生存。你會發現，這套突圍框架其實不只適用於這些龐大的組織，它也完全可以應用在我們每一個人的工作，甚至是生活中遇到的各種挑戰。最後，我想把這個問題留給大家思考。無論你現在扮演什麼角色，在哪個位置，你所面對的那個最根本、最棘手、真正讓你輾轉難眠的核心問題到底是什麼？而你能不能找到一個對的生態系，去槓桿、去結盟，並且用對方聽得懂的語言，去轉移你解決方案的價值？想清楚這3個步驟，或許就是你下一次成功突圍的關鍵。總結一下今天的重點，我們從日本 Volvo 和歐姆家這3個案例中提煉出了一套通用的突圍框架。第一，精準定義你最核心的生存問題。第二，聰明的去槓桿外部的生態系資源，而不是單打獨鬥。第三，也是最關鍵的，要學會將你的專業能力轉譯成市場能夠理解並認可的價值。今天的內容就到這邊，如果你覺得這一集有幫助，記得馬上點讚加訂閱加開啟小鈴鐺，我們正在衝訂閱，需要你的支持。我是阿雄，我們下次見，拜拜。